为什么中国女人出轨率世界第一？可能有不少女性的听众朋友啊，一听到我说中国女人出轨率世界第一，可能很多这个女性啊非常生气，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说中国女人历来是勤劳善良，能吃苦守规矩，何况中国这个封建教育这么多年，怎么她得有些三从四德的东西吧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结论呢可不是我得出来的。谁得出来呢？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之父潘绥铭，他研究的结果。那么了解性学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个人他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，研究过很多和性有关的大众课题，比方说为啥会有性骚扰啊？为啥禁止卖淫嫖娼？很不容易啊。他的课题呢，都引发过很深的社会反响。说他有一次参加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呢，记者就问他：“您觉得中国女性近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？”潘绥铭教授就说了：“说最让我震惊的变化就是中国女性的出轨率大幅度上升。说出轨率多少呢？经他的调查，每15个媳妇儿里头就有2个出轨，就是7个半女性里头就有1个出轨的。说这个比例呢，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。这是他的研究成果。当然了，很多人一听这不服气。”哪有那么大比例啊？那我认识的这些人，这些媳妇怎么没有就出轨的呢？其实啊，不一定是没有，也就是你不知道。这种事儿也不好跟外人说。所以中国有句俗话嘛，叫家丑不可外扬。说出轨这事儿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谁也不愿让外人知道。你比方说这个《水浒传》里头，说这个玉麒麟卢俊义，他老婆就出轨了。和他的管家李固啊，俩人好上了。后来这个梁山泊呀，好汉下来给他报仇，卢俊义生气呢，把这个奸夫淫妇就给绑上了。这时候特别有意思，卢俊义先找宋江说：“这对奸夫淫妇，我该当如何处置？”宋江说：“你自行发落吧。”卢俊义听说，那好，我要给他俩人剖心挖肝，解我心头之恨。那么在行刑的时候，他嘴里怎么说的呢？他说的却是泼妇贼奴。大伙儿琢磨琢磨啊，当宋江面他说奸夫淫妇，可是一出去执行刑法时候呢，他管他叫泼妇贼奴，这有啥门道呢？说白了是给自个儿遮羞呢。前面跟宋江报告的时候呢，在忠义堂里面，其他人都是知情的，自家兄弟没必要藏着拽着了，就说实话了。后边杀俩人时候是在忠义堂外，外面还有一群呢水泊梁山呢不知道咋回事的小喽啰兵丁呢，所以你让他们知道咋回事，这不看自个儿笑话吗？所以奸夫淫妇变成了泼妇贼奴。你看这个细节，我估计很多人没注意。那么现在很多人也一样，打落牙往肚里边吞，胳膊折了得吞到袖里边，就这事儿不能被别人知道。你看现在有句话说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必须头上有点绿。你从这句话能流行就知道，现在中国女性的出轨已经挺严重了，而且她这个出轨呢，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痛点。那么咱们今天这期4大名著情商课，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个痛点：为啥女人会出轨？怎么样防范这个出轨？那么说中国女性啊，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个保守，因为是文明古国嘛，咱们几千年延续到现在。那为啥出轨率这么高呢？它有这么4个原因：30避婚、离婚歧视、丈夫缺失、补偿心理。什么意思？咱一一给大家说。咱首先说这个30避婚，说以前呢，女人有个3从4德。3从什么呢？叫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婚姻啥的呢，得父母说了算啊，当然以父亲为主，母亲都得靠边站。现在呢，破除封建思想，男女平等，恋爱自由，但实际上真自由了吗？不完全是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女人的婚姻呢，有的时候父母包办的可能性很大。你现在看各种相亲，各种逼婚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现在社会上呢，有种30避婚的思想，就说这女的30岁之前你想怎么谈恋爱没人管你，但是一接近30岁或者30岁以后，你再看看，你要没对象不结婚，过年你都回不去家。
像现在电视剧什么大女当嫁、剩男剩女、剩女进化论，你听这名就知道。现在影视剧还专门有一个类别叫剩女剧啊，剧里不管是你什么白领精英，你只要过了30，最大的烦恼就是嫁人。要怎么叫恨嫁呢？不嫁人家里头就鸡飞狗跳，又哭又闹。其实哪有几个女人像影视剧呢？那么幸福，说嫁人就能碰到一个合适的、能够对眼的呢？现实生活当中啊，一多半女人是被父母给逼着，你得嫁人了啊！你到这岁数不嫁人，你将来怎么办？越来越大了，最后比来比去，和一个自己根本不相配也不相爱的男人凑合凑合就结了。你说这样的生活能幸福吗？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咱们不举现在例子，你举以前例子，就是封建社会这种事情造成跟自己不幸福人在一块儿待着，然后出轨。别说现在，在过去都有不少。你像《水浒传》里潘金莲，这现在成了淫妇的象征了。其实你琢磨琢磨，她挺冤的。这个所谓啊，她这淫荡风流啊，其实从包办婚姻上来的。你看她当年怎么嫁给武大郎的？她原来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，有一回得罪这个大户老爷了，老爷一生气呢，就把她呀包办给了清河县里头长得最丑、性格最木讷、看起来最没本事一个男人，谁？武大郎。婚后呢，一个长相貌美的文艺女青年和一个低配版的经济适用男，你说这婚姻能幸福吗？那不幸福不平衡，他就得往外琢磨了。有的说你这强词夺理，你这硬给潘金莲洗白，那你结婚了以后不幸福，你就非得出轨在外头找。其实呢，这书里头有证据。为什么我说潘金莲冤枉呢？潘金莲骨子里头，她并不是一个原先就是个荡妇，她不是。你看她当年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她家大户老爷呢？这叫张大户。因为这张大户觉得她年轻貌美，就总对她骚扰，想让她就范。她受不了了，告诉张大户的夫人，结果把这老爷给惹怒了，报复的让她去嫁给武大郎。所以她本性啊，不是个浪荡的人。要真是浪荡人，他当年就跟了自个老爷呗，有吃有喝，挺好，是吧？所以书里头呢，潘金莲浪荡的事儿呢，都是她嫁给武大郎之后。刚开始时候是在清河县，嫁给武大郎没多久呢，有几个浪荡子弟知道这事儿，挺嫉妒，说好好一块羊肉啊，落狗嘴里了，就勾搭潘金莲。潘金莲就跟这几个人呐，有点暧昧。后来呢，他包括他勾搭武松，从了西门庆。都是在婚后。那为啥他在婚后本性大变呢？书里他也有交代，说他结婚以后呢，逐渐恼怒武大郎身材矮小，形象猥琐，不会风流，就是这俩人呢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所以潘金莲开始精神寂寞，这才有了外心。咱不是说这种行为啊值得提倡，或者说是情有可原，只能说潘金莲啊是个包办婚姻的牺牲品。咱看他勾搭武松的时候，还是有真情在里边的。如果当年他要是结婚，不是跟武大郎，而是跟武二郎、跟武松结婚，我相信他可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。所以呢，现代社会里头30必嫁，家长干涉婚姻，导致婚姻一开始就错的，这是造成女性出轨的第一个原因。那么有人就不理解了，说你不幸福，为啥不离婚？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这就咱们说到了第2点，离婚者歧视。说中国女人出轨率第1，就是中国女人最不守妇道吗？不是。别的国家的女人都能从一而终吗？不是。恰恰是因为一些开放的西方国家呀，相对来说呢，对感情放得开，不合适咱就离。这离了你再跟谁好，不自由了吗？也合法吗？就不存在出轨这事儿。可是中国女人很多时候不行。因为中国社会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离婚者歧视的思想，所以我说离婚歧视是造成女人出轨的第2个原因。在中国呢，离婚还不是一个人的耻辱，是一个家庭的耻辱。你看男的离过婚，多半对他的个人价值不会有太大影响，甚至有的家长还劝自个闺女找结过1次婚的男人，有经验，被他前妻给调教差不多，知道疼人。但是离过婚的女人就不行了，什么2手的不值钱了，
很多贬低侮辱的评价就来了。而且离了婚的女人是那样，要有了孩子更麻烦。那么女人呢，对孩子照顾的也好，也更爱孩子，说这孩子要跟了女的，你想再找就难了。所以面对要离婚的局面下，很多女人，包括这些女人的家庭、家长、父母都是别离了，离了以后你咋整啊？忍气吞声吧，忍着忍着憋得难受了怎么办？这时候出轨就成了一种可能性的选择。其实在封建社会呢，一个男人可以休妻，而女人只能被休。就刚才我说这种习惯的一种看法，离婚歧视对女人的歧视，其实也跟过去的男尊女卑有关系。被休了以后呢，你过去这女的回娘家是非常没地位的。你像孔雀东南飞那故事，本来焦仲卿、刘兰芝两人感情很好，但是因为呢，这刘兰芝的婆婆死看不上她，没办法，这焦仲卿呢把刘兰芝休回家。本来是得等着过一阵看有所缓和呀，丈夫再把自个儿接回去。可是她哥哥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说家里有个被休的女人很丢人，让人给休回来了，离婚了。于是做主把她又嫁出去了。为了能够成全两个人的誓言呢，刘兰芝没办法，举身赴清池投河死了。她前夫焦仲卿咋办？自挂东南枝，上吊了。人间悲剧孔雀东南飞就这么诞生了。而且封建社会呢，不但歧视离婚者，就算夫死二嫁，说白了你丈夫死了，你再嫁人都被当成不守妇道的表现。所以你看这个南方啊，你比方说这安徽徽州有大片的贞节牌坊给守寡的女人立的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里头李纨呢，明明是个特有生命活力的人，文化水平也很高。你看她又是窜到诗社，又给诗社拉赞助，但是她丈夫死了呢，她就只能守寡，硬生生的把自己憋屈成个活死人。还有薛宝钗跟宝玉结了婚了，明知道贾宝玉不喜欢自己，后来宝玉人影都不见了，她也不能提出离婚解脱，得守着活寡，因为这是家族的颜面。还有的呢，为了让老公别休自己，古代女人什么都能忍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里头邢夫人她老公贾赦特别好色，相中了老祖宗身边的丫鬟鸳鸯了。这么不讨好的没脸的事儿，邢夫人不仅在内心里接受了，还舔着脸呢找儿媳妇王熙凤商量对策，冒着风险呢去跟这个老婆子跟贾母那儿要人。你说为保住婚姻她得拼成什么样？有人说那现代社会没这事儿了吧？前几年有个新闻，佳木斯有个孕妇，因为自己嫁给丈夫的时候不是处女，她丈夫耿耿于怀，所以她还怀着孕呢，帮着丈夫出去啊找个护士要回家玩玩。结果这小姑娘不从，她帮着丈夫把这个小护士给弄死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这虽然是个极端的案例，但确实能反映出啊这个离婚者歧视。这样的社会风气舆论下呢，女人对失去婚姻呢是充满恐惧。所以你看现实当中，拿自杀威胁老公的，老公出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抱着孩子跳楼的挺多。就算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。前一阵子大火的一部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边，你看那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和他的老婆吴慧芬，一个是省级干部，一个是教授，结果高育良出轨了，还有孩子了。这个吴慧芬被迫离婚了，但是还要求保持表面上夫妻关系。为啥呢？怕别人笑话，得要脸。所以社会对女性离婚者的歧视，就让女人明明婚姻不幸福，也不敢轻易放手。那怎么办呢？憋难受了，那就可能就出轨了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离婚歧视。第三点呢，造成中国女人出轨率高的是丈夫的缺失，造成女性情感孤独。现在有个特别流行说法叫守寡式婚姻，丧偶式育儿。啥意思呢？就丈夫在家庭当中啊隐性，早出晚归，动不动加个班，好不容易在家待一会儿呢，嚷嚷累了，捧着手机啊打游戏啊，再不拿着平板电脑这看电视剧，夫妻沟通几乎不存在。所以这叫守寡式婚姻，丧偶式育儿啊。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吧，叫情感回应。这情感回应什么意思呢？你回应了我的感情，我才觉得自己存在，觉得自己被重视。如果你没回应我的感情，我就没有存在感了啊。这样的家对自己来说跟守空房啊没区别，甚至有点像地狱。
你比方说，咱们前面说了，卢俊义和他的老婆贾氏，他这贾氏跟管家李固出轨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咱们不是给他找借口啊，这里头确实有点原因。就卢俊义在家里就是个缺失的丈夫，书里头有这么几个地方说到两个人结婚5年了没孩子，为啥呢？说卢俊义没这能力吗？不是，说两个人的夫妻生活根本不够，为啥呢？卢俊义这里说，平西只顾打熬力气，不亲女色，所以练武功打熬力气，就怕一有夫妻生活啊，精气泄露，自己这功夫就下降了。所以贾氏在情感上是得不到滋润的，很寂寞。你包括坐楼杀溪里那阎婆惜，阎婆惜最早对宋江啊是有爱慕心和崇拜心的，可是宋江呢一心忙他的事儿，讲义气，结交群豪，仗义疏财，没工夫搭理他。俩人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呢，宋江也没啥说的，就是典型的情感不回应。那你不回应我，阎婆惜正当青春年少啊，那我找人回应我吧，就跟那张三勾搭到一块儿了，这后来才有坐楼杀溪的悲剧。其实咱们看呢，很多家里头老婆出轨，她那个老公要么是特别花心的渣男，心思总在外面采野花，要么是呢外人眼里特别出色的男人，事业有成，特别努力工作，特别仗义，对朋友有求必应，就说在朋友和事业上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。所以这就是两个极端。包括咱们之前说到，你像王宝强和马蓉，说马蓉出轨甚至转移财产，当然这里头固然有这个马蓉啊本性恶劣的一面，但是有个婚恋专家曾分析过，两个人交往，他说了这么个事儿，说两个人的婚姻早就有隐患。就有一次采访呢，马蓉说人家别的夫妻啊，周末时候都有些浪漫的事儿，看个电影啊，烛光晚餐呢，说点甜言蜜语啊，我们俩干啥呢？他拉着我上公园，让我看他打太极拳。王宝强事业心强啊，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有武活啊，不拍戏时候也在家里练功，让老婆监督自个儿。你看，在外人眼里看是个好男人，但是对于马蓉来说，这恐怕就处在一种情感忽视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我再次声明，不是给谁找借口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。所以说，女人出轨第3个原因，丈夫在家庭里的缺失。那么第4个原因呢，我们管它叫补偿心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其实也是一种守寡式婚姻，丧偶式育儿。就丈夫缺失以后呢，做妻子的情感得不到回应，她会怨恨，包括家务呢全都堆到妻子身上，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她心里更不容易平衡。你前阵子有新闻说，有女的刚生完孩子，在家里带孩子，不小心呢，孩子从床上摔下来，摔疼了，哭了。这时候丈夫怎么办呢？把自个儿老婆臭骂一顿，意思带孩子是你本分活，这点事儿你都干不好。接着呢，他把媳妇儿带孩子搁家里了，不管了，自己出去喝酒去了。回来之后啊，他媳妇儿这种心理不平衡啊，到了极点，一气之下把孩子顺窗户扔出去。这是个极端的例子，但现在不也有这么个说法吗？说现在女性啊，必须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杀得了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斗得过小三儿，打得过流氓，还得带得了孩子，伺候好公公婆婆。你这是女人吗？简直是超人呐！女人在面对家庭当中遇到这种不公平，心理不平衡怎么办？她得找平衡。你看2014年日本有部电视剧，这2年在中国挺火，叫昼颜，白昼的昼，颜面的颜。说的啥事儿呢？说一群家庭妇女，平常在家里头啊，相夫教子，特本分，可是老公上班以后呢，他们就出去寻找恋爱对象，谈一场婚姻以外的恋爱，婚外恋。其中有个女主角，她有句话特别能说出这种补偿心理的作用。她说呀，只有在外面得到爱情的滋润，回来才能带着愧疚的心情服侍好丈夫，继续做牛做马，要不然总觉得不平衡，会产生怨恨，婚姻就不幸福。有人说这简直强词夺理，但是你从补偿心理角度，你琢磨琢磨，它有道理。包括呢，有的男的太花心，
女的可能就会找着平衡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你像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，她老公贾琏呢是非常典型的花心大萝卜。用王熙凤话说，别管什么脏的臭的，什么女的都往被窝里拉。那王熙凤本人呢，她不是个浪荡的人，你从她设计毒计害死喜欢她的贾瑞就能看出来。她虽然喜欢敛财，心狠手辣，但是作为妻子来说，她挺守本分。可是面对贾琏的常年花心呢，她也需要补偿。所以她即使不实际出轨，她和那个贾琏侄子贾蓉总打情骂俏的，关系也有点暧昧，不清不楚。所以这个是造成女性出轨的第4个原因，补偿心理。那好，咱们前面也说了，这个补偿心理丈夫缺失离婚歧视这些原因都知道了。怎么解决呢？女性出轨是好几个人群的痛点，丈夫痛，家长痛，女人自己也痛。那么解决之道呢，就得从这几个痛的人群上下手。咱们首先说丈夫，就妻子出轨，丈夫怎么办？丈夫要是知道应该以陪伴和回应才是婚姻里最重要的。就中国人特别保守，特别羞于表达感情，甚至觉得都老夫老妻了，你有啥必要黏黏糊糊的一块搭伙过日子就行了。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重利轻感情。那有个挺有名的故事，说有个中国女人在国外工作，看到一个街头卖艺的人，她就不理解，说这卖艺的人这艺术很高怎么在街头混得这么惨呢？那你可以说你的国家这方没人赏识你，我推荐你到我们国家，到中国去做音乐外教，又能教音乐又能教外语，那可挣钱了。这个卖艺人很客气地说，谢谢您的建议，我不想离开我的家人。这女人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男的太婆婆妈妈了，说你看我自己为了上进，把我老公儿子都扔国内了，现在外面赚这么多钱，这才是成功。其实他不知道，他周围的小伙伴一直可怜他，觉得他是为了讨生活，要远离家人，太孤单了。就说中国人看似家庭意识很浓，实际上家庭意识很薄弱。你为了很多值得不值得的事儿，都可以牺牲家庭，比方说工作。有调查显示呢，在中国大概有72.6%的丈夫每周会超时加班，60%的丈夫一周跟妻子孩子待在一起时间都不超过3小时。但是在很多国家呢，谈公事不能在吃晚饭时间。为啥？我不能耽误我和家人团聚时间，一切要以家人为重。只有这种意识，这个家庭才稳定。所以说你的妻子可能出现出轨，你就要考虑重视陪伴和回应，这是对丈夫负家庭责任感的基本要求。那么从妻子这角度呢，2点。第一个呢，要理解，就从人的动物性来说呀，其实男人和女人有个本质不同的地方，就男人他会有亲子不确定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他要有个孩子，那毕竟他不是10月怀胎的女性，他没法直接确定这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。所以为了保证孩子是自己的，他对异性的态度呢，就是要跟更多的异性发生关系，尽最大的可能去传播我的后代。我们说这是根上的东西。而女人呢，她没有这种不确定性，就这孩子要是我生出的，那肯定是我的。所以女人对异性的态度是呢，我这个得和最优质的基因去生育后代，和最富有的男人去培养后代。所以这就是东食西宿。这个男的漂亮，我晚上跟他住，那男的家有钱，白天我在他家吃饭，目的是培育出最完美的后代，还要保证后代好好生存，不会夭折。所以从人类的根上来讲，这是男女本质的区别。所以女性要战胜本性，就要理解这种啥都想要，这只是一种理想。你的丈夫既然陪伴你了，同时又能给你富足的生活，这个很难两全，你得舍弃一样。如果你选择让丈夫陪伴你，那你对富足的生活就要做出让步。如果你选择富足的生活，那丈夫在外边挣钱陪伴你少了，你就得认。所以对女人来说，对出轨事，你首先你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。第二呢，就是明白白头偕老也不是婚姻标配，要敢于对婚姻说不，要敢于离开一段痛苦的婚姻，这是对自己
对他人负责的态度，就不要是一提到离婚就觉得天塌下来。那么最后说家长这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很多夫妻不幸福是从小缺乏恋爱教育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很羞于说爱啊，仅次于说性，好像觉得爱是一种耻辱，遇到早恋啥的就跟遇到洪水猛兽似的，这样孩子从小就没有一个正确恋爱观，长大了呢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怎样一段感情。不要早恋，不要恋爱，而一到大学毕业了，赶紧有个男的娶你。那你不经过培训，你怎么能从一个女孩直接就进入女人状态呢？那么有数据表示，中国有70%的婚姻呢都是没有爱情，这数字太可怕了。那么多没有爱情的婚姻，想不离不弃，坚守阵地，是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受力的。所以不要怕跟孩子谈恋爱，要从小去灌输。比方说你自己的婚姻就是孩子未来婚姻最好的教科书。那么好，关于这女性出轨外遇啊，咱们说了4个原因和3个解决方式。最后再说一点，无论哪个人群遇到这事情的第一件事还得控制情绪。外遇是婚姻问题的一个极端体现，但是解决问题其实啥时候都不晚。如果2个人还有感情，那就可以放下所谓的贞操观念，好好坐下来谈一谈，就是你们的婚姻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，一定要想法去解决问题，不要完全考虑到自个面子不面子，因为有些脓包是捂不住的，它一定会出头的。而且对于我们人生来说，里子比面子那要重要的多呀。他都出轨了，我还能原谅他，这是对爱情的不忠贞啊，对婚姻的这种不忠诚。您别着急，咱们慢慢谈这个事儿，您看说的有没有道理，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。出轨这个词呢，它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，它原来意思啊，列车脱离轨道之后啊，那就翻了。后来呢，就引申为男女脱离正常的道德准则，谋求非正当的感情。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相关机构呢曾经对恋爱和已婚男女做过一份出轨调查。这个报告显示，83%的人有过出轨的想法，而50%多的人呢确实有过出轨行为，其中21%的人呢还有过多次出轨经历。相信这一组数字对于一向相信爱情、崇尚感情忠诚的我们来说，恐怕是有点打击。就我们虽然知道出轨的存在，却没想到啊，这出轨啊存在的如此普遍啊，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明星名人，都可能经历过出轨或者被出轨。那么这2年有关出轨的这个新闻呢，那是特别多的啊。你比方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呢，说在悉尼一家酒店里边咱们有个演员叫高云翔，性侵一名女子，现在这案件还在调查。那无论调查结果是啥样，这高云翔出轨是可以肯定的。他呢和董璇2个人是娱乐圈原来的一个模范夫妻，现在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。那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，高云翔的老婆董璇呢，先是在这微博上呢声援丈夫，后来还亲自到澳洲参加庭审，表示对丈夫的支持啊。最近呢，还在自己微博上贴出一组很温馨的母女写真，用这个向别人证明我的家庭生活还一样。这一系列行为表明了董璇对于高云翔的出轨行为啊，你甭管他是不是出于本意，反正他是选择了原谅。那么对董璇这个决定呢，很多人不理解，说出轨就不能原谅，这都渣男。首先咱们说呢，出轨肯定是不对的，咱们不是给出轨洗白啊。但是呢，该不该原谅却不能一棍子打死，你得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。那什么情况下能原谅，什么情况下不能原谅呢？咱们今天就好好说说，给那些身处在出轨漩涡的人呢，咱们出点主意。咱们先来说说呢，什么情况下的出轨是可以酌情原谅。出轨呢包含2种，一种呢是精神出轨，一种是身体出轨。精神出轨呢可以说是身体出轨的前奏，相对而言呢程度较轻，所以精神出轨在大多数情况下呀是可以原谅的。这一点呢中国古人看得很明白。就我们古人在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时候，有论心和论事2种区别。论心
就是你的想法论事，就你到底干了啥。这一点呢，有副对联说得非常好，叫百善孝为先，论心不论事，论事贫家无孝子，万恶淫为首，论事不论心，论心中古少完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看这个人啊，孝不孝敬老人，你得看他对老人有没有那份孝心，你不能看他是给老人创造多好的生活条件，吃啊、穿啊、住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要论这些的话呀，那穷人家就没孝子了，他条件就那样。同样，你看着一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，你得根据他干了什么事来判断。你不能说因为他有了一些下流的想法或者心猿意马呀，就有贼心呢。你就判断这人完了不行了，你得看他有没有那贼胆，他到底干了什么。如果你要就看说人这个心思想法，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人，那恐怕谁都有点这个乱七八糟的想法。当然呢，我这么说不是放任说让大家精神出轨，而是说对于精神出轨呢，不用过度的沮丧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要在发现的时候呢，进行有效干预，找出对方精神出轨的原因，让他重新呢回到正轨上来。有时候呢，甚至可以利用精神出轨这件事来达到进一步稳定夫妻感情的目的。你看，我给大伙儿说件事儿，这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给我讲的例子。他呢有个朋友，事业上呢很成功，结婚10年了，对家庭一直很忠诚。有这么一天呢，他的爱人来找他来了，干嘛？进行心理咨询，说是我老公啊最近有点不对。说怎么不对呢？我怀疑他出轨了。因为他跟他2口子都熟，这心理咨询师也基本无话不谈。他就问他媳妇儿说，那你说你老公我这朋友出轨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结果他爱人说呀，我这也没实际证据，我就觉得他最近呢总往这年轻了打扮啊，原来他不修边幅，最近还总买些时髦衣服穿，而且呢还经常在那玩手机。原来他不怎么玩手机，他老晃的眼睛都花了。现在天天捧个手机，不知道他干嘛。这个时候这心理咨询师说，你先回去，我帮你研究研究。就这么的，他回去之后呢，这心理咨询师就把他这朋友约出来了。这哥俩呢就找一个地方吃饭，果然刚一吃饭呢，他这朋友把手机掏出来，在那又干嘛？干这干那儿。嘿，他都问了，说咱们认识这么些年了，咱俩这岁数眼睛都开始花了。以前呢没见你这么留恋手机啊，你就打个电话发个微信，这干嘛？怎么这手机不离手了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呀不对劲儿，你跟我说你用手机干嘛呢？他这朋友一开始啊还支支吾吾的，后来一看瞒不过去了，他就说了，说我呀有一回无意当中下载一个视频直播的软件，看到里边有个女主播，这个漂亮啊，青春靓丽活泼，我就经常看她直播。后来呢给这女主播打赏，然后就私信这个女主播，加了微信了。一有空呢俩人就聊几句，就像当初一开始 QQ 流行的时候啊，就跟网友聊天一样，觉得新鲜，觉得生活多不少乐趣。这个时候这心理咨询师就觉得这事儿可以理解。为啥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何况呢作为这种中年男人，常年奋斗在工作跟家庭这氛围很枯燥，可以理解。可理解归理解呢，这样的生活再有乐趣它不正常。所以他对他朋友说你这个行为啊算得上精神出轨了，你对你老婆已经不忠诚，你必须及时收手，否则呢很可能越陷越深，最后连家庭都搭上。结果他朋友说，我没想跟这小女主播怎么样啊，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挺好。就这么的俩人啊聊完了之后，也就第2天吧，这心理咨询师呢就把他爱人叫过来，一五一十把事儿跟他讲了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呀，不是我在这儿劝闲话，你呀得提起注意。怎么注意呢？这种事儿没那么严重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可以原谅他，可以挽回。为啥呢？那个女主播呀就是个幻想对象，他们之间呢现在也没机会做什么越轨的事儿，所以你千万不要闹。这个事儿本来很容易解决，你一闹就不可收拾了。再一个呢，你要找着自己的问题，反省一下，是不是因为你也觉得生活很枯燥？
你平常也不打扮了，家里头回家就是家里生活那点事儿，你也没有跟你爱人过多的交流，他才那么容易被外人吸引。他爱人就说了，说确实是我们俩有孩子以后啊，两人之间互动越来越少，再加上呢，俩人都有工作要忙，所以除了晚上睡觉啊，俩人基本就没有二人世界。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就说我建议你啊，你先从形象上做改变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单独出去旅行一次，创造点单独在一块待着的机会，多交流，这感情能升温。他爱人呢就照这心理咨询师的方法做了。过年的时候呢，把孩子交给老人带，两个人呢就出国旅行了。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，这男的主动坦白了跟女主播的事儿。他人说，哎呀，我早知道了，我原谅你了。这俩人把话唠开了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后来这俩人还玩上瘾了，经常的还出去玩去。你看俩人感情人到中年了，反而这越来越好了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因为精神出轨而离婚的人呢，占极少部分。只要干预的够及时，引导的够正确，就会重新让生活走上正轨。而重新回归家庭的人呢，他一定会更懂得珍惜眼前人。所以当发现自己另一半精神出轨的时候，不要说狠话，不要闹，能给机会的尽量给机会，能挽回的时候尽量挽回，别因此错过了一个有可能幸福白头到老的这么一个家庭氛围。所以这是我们说精神出轨。那么除了精神出轨之外呢，还有一种出轨呢，也可以酌情原谅，那就是偶然性出轨。什么叫偶然性出轨呢？就这出轨呢是偶然的，不是有计划的，或者出于好奇，出于新鲜感，或者耐不住诱惑，在特定的时机下出的轨。偶然性出轨呢有3个判断要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出轨双方的关系当时处于呢一种偶然，它并不是说两个人一定就眉来眼去多长时间了。第二个呢，你那个另一半出轨，他不是主动的一方，是对方更主动。第三个呢，偶然出轨之后呢，你这另一半主动断掉了这种关系，不往来。比如双方呢当时出现了，你把两口子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争吵，结果弄得呢非常不痛快，他情绪压力也挺大。或者呢两口子呢长期异地生活，如果这个时候刚好出现一个积极主动的异性，很可能你的另一半就会经不住诱惑出轨。那么当事情发生后呢，如果出轨方能主动断掉往来，并且绝情悔改，这就属于我刚才说的典型的偶然性出轨。咱们举个例子这个前2年呢，香港有个导演叫彭顺，他出轨了，结果被那个记者给拍下来了。他的老婆叫李心洁，也是演员，在微博上就发声明说要携手走下去。他在微博上说12年的感情不是3言2语可以说清楚的。我们终于慢慢学习到，婚姻并非只是王子和公主的结合，说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幸福是要靠我们坐下来面对对与错、快乐和痛苦、过去和未来。他这段声明是干嘛呢？向大众传递了2个信息，一个是呢，两个人已经处了12年，虽然激情过去了，爱情也淡了，但关系不是轻易能断得了的。第二个，婚姻不是恋爱，它会有很多意外发生，他们已经做好了面对突发事件的准备。因为不能分开，因为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原谅。那么后来呢，媒体把这事儿给爆出来，说这个彭顺出轨的时候，和他老婆李心洁基本上处于分居状态。当时李心洁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，而彭顺的事业呢很平淡，再加上2个人聚少离多，所以才给出轨埋下了种子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偶然性出轨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呢，当时夫妻双方的关系本身也出现了问题。再一个就是呢，彭顺的出轨对象，那个女孩是个业界新人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呢，是她主动往上贴。她也是在这段婚外情里呢，想借助彭顺呢来达成自己一些目的，想获得好处。最后一个呢，就事情发生之后呢，彭顺主动向李心洁坦白了事情的原委，并且立即提出我和那个女孩分手。这3个条件总结下来，彭顺可以说是偶然性出轨这个定义没问题。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呢，李心洁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。
她开始静下心来呢，重新开始经营这段失而复得的婚姻，并且在1年之后呢，她怀孕了，怀上双胞胎。如今呢，这一家4口呢，生活过得很平静。所以说，你看，刚才我们看这偶然性出轨，它是可以被原谅的，它不是因为说在道德上就能过得去。要偶然性出轨，它毕竟也是出轨，而是因为呢，感情的基础还没有被撼动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出轨的一方能及时醒悟，并且痛改前非，那么被出轨的一方呢，也能及时反省自己，找到自己身上不足。也许婚姻呢，就过了这次危机，就迈过了一道重要的坎，绝处逢生，并且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我对很多人建议是呢，如果真的是偶然性出轨，是第一次，如果真的是事出有因，你俩的感情基础呢还挺牢固，如果你想原谅他，那你就给自己吃点宽心丸，给自己条活路，也给对方一条活路，那就原谅一次。那么相比李心洁对彭顺单纯感情上的原谅，我们再看另一对就有意思，就马伊琍和文章。有人说是不是马伊琍也觉得这个文章是偶然性出轨，可以原谅？那不是，咱们现在根据报道能分析，文章可不是偶然性出轨，不符合刚才我们说那个偶然性出轨的3个特点呢。文章出轨的时候呢，马伊琍呢刚生完2胎，她之所以选择原谅的最大原因，就经我的分析，我觉得是因为孩子，马伊琍不想让2个孩子就失去父亲，再就是2个人的事业当时都处在高峰，如果分手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事业上，都会遭到严重打击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已经2口子关系都不行了，还在那儿硬维持，然后各玩各的。这明星里也有不少这样的，为啥呢？他一旦分手，对双方来说，经济上、事业上都会遭受损失。在众多因素之下呢，马伊琍选择原谅文章。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3个，出轨可以被原谅的因素，就是分手成本过大。如果你觉得分手成本太大无法承受，那恐怕你恶心也得恶心。人有时候就要向现实低下头，你必须要选择原谅。那事实证明呢，马伊琍当初的选择呢还是有道理的。现在呢，这文章浪子回头向马伊琍重新求婚，而马伊琍呢也凭借我的前半生这电视剧再次回到事业巅峰。文章的事业呢，当然他作为有过错的一方，有劣迹的艺人，他的事业不如以前势头猛，但是呢也基本稳稳当当往前走。这就应了当初马伊琍微博里那句话，叫且行且珍惜。我估计这2个人今后面对未来的每一步都会很小心，因为经过这一个事儿，他们知道这个婚姻呢失而复得是来之不易的。那么跟这个类似的情况呢，还有贾乃亮对李小璐的原谅，谢杏芳对林丹的原谅等等，都是因为分手成本太大，要么是孩子，要么是家庭，要么双方父母，要么是经济上的，要么事业上。所以在衡量之后呢，选择原谅。这个不光是我们现在人，你看古人《红楼梦》里边也有这样情况。《红楼梦》第44回里边讲说贾母给王熙凤过生日，让王熙凤多喝几杯。没想到几杯下肚之后呢，王熙凤就觉得醉了，就想回家睡觉。结果一回家正好撞见呢，她老公贾琏跟那鲍二家的那个婆娘在床上鬼混。王熙凤气急了，一脚踢开门不容分说，抓住鲍二家就一顿打，又怕贾琏走出去，堵在门口站着骂，还把自个的丫头平儿抓过来一起参加战斗。这场面你说要多乱有多乱。这贾琏平时呢受到王熙凤压制，心里早有不满，他也喝点酒。这时候酒精上脑从墙上把剑拔出来，就说不用寻死我也急了，我把你们全杀了，然后我偿命，大家弄个干净。这凤姐这时候酒可醒了，一看贾琏动真格，玩命往外跑，哭着往贾母那儿跑。这王熙凤呢跟贾母这告状，连哭带什么的。这时候贾琏拿着剑就赶过来了，就要杀王熙凤。这时候大家呢把贾琏赶紧拦住了，七嘴八舌的劝他，你干嘛？这贾琏呢放下剑走了。第2天呢，这贾琏酒醒了，那赶紧到贾母这儿又赔礼道歉呢。
这贾母把贾琏好一通训斥，还让他给王熙凤赔礼道歉。这贾琏当然得一边作揖一边道歉。这时候王熙凤呢顺坡下驴，原谅贾琏了。那在这件事情上，很多《红楼梦》的读者觉得王熙凤反常。为什么以这个凤辣子这样的性格，没理都能讲出理来，何况她占理呢？她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贾琏呢？所以这一点来说，就是因为她觉得不原谅贾琏这个成本太大。首先她不能跟贾琏撕破脸，因为老贾家老王家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如果你闹到这个份上惹出事儿，两家名誉都会受影响。再就是在当时社会，即便是你是名门之女，错不在你，但是你要被丈夫休了呀，就会被人说三道四，给娘家带来很大压力。所以说王熙凤对贾琏的原谅，就是因为如果这事儿掰了分手，这成本太大。所以虽然王熙凤呢跟马伊琍呢是不同时代人，但是面对情况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最终处理方法也是一样，就成本太大，不得不选择原谅。以上呢，我们说这3种情况呢是可以原谅的出轨行为啊，大家不妨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情况。对照之后你再决定也不迟。接下来我要说这3种情况呢是坚决不可以原谅，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当机立断，说散就散，不能原谅。第一个呢是婚前出轨，就没结婚就出轨了，就说明啊，你这另一半对感情的态度太随便，婚姻对他根本没有束缚力。有数据表明，婚前出轨的人，婚后出轨的可能性是90%，也就是说，他出轨行为不会因为结婚就停止了。再就是婚前出轨呢，会让你们的婚姻变得没有基础，基础不稳，日子必然倒塌。所以与其强撑着，就干脆就一开始的时候，咱就出现情况，咱就断。我看过一个新闻，很有意思。说有个女孩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，意外发现未婚夫和她自己闺蜜搞到一块儿了。她呢并没有歇斯底里找未婚夫理论，而是暗中搜集证据，结果就拍下2个人在外边手拉手散步在车里亲热的画面。之后她假装一切正常，婚礼也如期举行。婚礼当天呢，她这闺蜜是她伴娘。而这主持人呢，让这个新郎新娘交换戒指，承诺对婚姻忠诚一辈子对她好。这女孩突然抢过话筒，大骂着新郎，并且在后边的屏幕上把她拍到的这伴娘，她这闺蜜跟新郎出轨的事公布于众，还放出他俩亲热的画面来。观礼的亲友一片惊呼。这新郎当然颜面扫地，很狼狈离开现场，这伴娘也赶紧跟着撤了。那这个女孩呢，这行为是报复对方，这对错呀咱放一边。但是相比嫁给错的人，她的选择是对的，最起码这个时候我结束，在婚礼上我跟你结束，悬崖勒马。那么这样事如果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我们要趁早了断，千万不要因为顾及面子委曲求全，因为你的苦别人不能帮你承受。要真结婚走到一块儿，那遭罪是你。所以第一种，婚前出轨不能原谅；第二种，惯性出轨，这是不可原谅的。因为相对于偶然性出轨来说，惯性出轨呢不仅指多次出轨，而且呢它并不是偶然的，是带着一定目的的。甚至是出轨，这2个人长期隐瞒事实，这边糊弄你完，他那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呢？这样的人多次撒谎，毫无信任感可言，他往往跟你信誓旦旦承认错误，以后不会再犯了，过不长时间接着再犯。所以遇到惯性出轨的人，即便是你呢已经是俩人都有了孩子了，包括以前也恩爱过，你也得当机立断提出离婚，因为你拦不住他。我听过一个最典型例子呢，就在一个女高男低的家庭里头，这女方条件好，男方差点。男方多次出轨，女方就觉得导致对方出轨的原因呢，说是不是我太强势了，我赚钱多给他带来压力所以一直选择原谅。一直到自己丈夫第5次出轨的时候，这女方忍受不了他，提出离婚。但是男方呢，以孩子财产为借口，一直不肯签字。后来女方主动提出，我把我名下一套房子给你，我一半存款也都给你，男方才同意离婚。
这样一来，女方身边的人就不理解了，说你这离婚呢，男方是出轨，多次出轨对你形成伤害，有过错在先，他净身出户都不会过，你怎么反而还要把财产多给他一些呢？女方说，我就是想马上跟他分开，因为和人生相比啊，钱并不重要。他说这句话我很同意。就有些人在面对出轨的爱人时候，一直选择委曲求全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脸面，甚至为了财产，方方面面都考虑了他，唯独没考虑他自己。难道你自个儿人生就不需要善待吗？明知道以后的生活暗无天日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呢？你得记住，只有你的人生幸福了，你的孩子才能幸福，你的父母才能幸福，你的财富才有意义。否则你即使再努力保持家庭完整，这家呢也已经是一个被腐蚀了的这么一个烂洞。所以其实他完全不用等到第5次出轨，他第2次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让他出局。所以这个惯性出轨是不能被原谅。还有第3个出轨呢，是性质特别恶劣的。什么叫性质特别恶劣？你比方说出轨的形式是嫖娼，有的人说呢嫖娼不能算出轨，那就逢场作戏。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嫖娼不仅是违法，像这种嫖娼出轨的方式，往往比出现第3者更难被人接受。如果说这件事儿呢，黑不提白不提，就你俩人知道，那问题还不大。可是往往呢，嫖娼这事儿一旦要东窗事发，那就绝不是你们俩人知道啊，那恐怕就是1传10，10传100，弄个满城风雨。那么这种时候，这样的行为就不能被原谅了。你看导演王全安因为嫖娼被抓了，当时他的妻子张雨绮二话没说选择跟他离婚。为什么？原因有4点。第一，嫖娼呢会让伴侣产生自我否定情绪，觉得自己啊还不如外面一个3陪小姐吸引力大。第二个呢，嫖娼会激发伴侣的心理洁癖，觉得对方这么干呢很脏，今后在跟他有身体接触的时候特别恶心。第3个呢，嫖娼作为一种交易，拉低了欲望的层次，会让伴侣觉得呀自己很廉价啊，自己也跟着不值钱了。说你在外面鬼混你都给人钱呢，在家里呢你等于不付费，而且还要以爱的名义，让人很难有继续付出感情的欲望。第4个是呢，嫖娼这样的事情啊，传出去特别丢人，就是嫖娼这人丢人，你作为嫖娼者的这个爱人，你有没有信心能扛住来自4面8方的压力？所以这种名誉上的损失是非常大。所以以上4点原因，每一种都让另一半难以承受。所以这时候选择分手是一种必然的解脱。而今天呢，咱们说了很多种出轨，也举了很多出轨例子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为什么你只说男人出轨而不说女人呢？对于这一点呢，我的解释呢是男人出轨的比例啊比女人要高一点，而且女人选择原谅的这个概率啊也比男人高。说我以前说过嘛，我说男人出轨女人忍，女人出轨自己滚，说这也是社会对女人呢不宽容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咱们不要考虑这个问题，这也不是咱们这期要考虑，把重点呢咱们放在哪些该原谅哪些不该原谅上。还是那句话，仔细对照自己情况，看清楚了再做决定，别留遗憾，也别让你的遗憾呢继续